真能3、5千斤！天爷啊，咱们边关这破地方，最好的水田1年到头种植粟米，顶破天也就5、700斤的收成啊！先前播种时，苏娘子也提过这新作物产量极高，可那会儿大家都没什么概念。可现在这一笔笔鲜藤重量、种植密度、保地之中，清楚算在纸上，这实在由不得我不震惊。这数字是传到县里或是军营里，全都是真的。那不仅他们村，整个边关的百姓，今年寒冬都将彻底告别饥饿。村长、沈叔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还是赶紧给大家分发藤苗吧。按先前登记的，每户可领800斤，让大家都各自车上来称重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苏娘子大意，每户都可领取800斤的藤苗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称重登记。天哪，800斤！今年的冬天，咱们家娃娃就不用再挨饿了。谢谢苏娘子，谢谢萧家大嫂，多谢苏娘子心怀乡亲，造福咱们全村。苏娘子，我家也想种，现在还可以领吗？苏娘子，我家那口子刚开荒出来1亩空地呢，正愁没东西下种，求你。还有我家也想领一份。苏娘子，走走，可以，愿意跟着种的都去沈叔办那里登记一下，只要登记了的都有份。人心从来复杂，村民们眼界浅薄，之前观望迟疑，随口质疑，不过是寻常百姓的自保心态，想要在这边关稳稳坦荡荡的开启我和萧家的世福之荣辱，周围的人都吃饱了安稳了，才不会生出歹心和暴乱。谢谢苏娘子，您真是大恩大德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种。你们都听说了吧？听说那萧家新府弄出来的是什么红藤头去领了，就连隔壁村也有人去了。咱们家要不要也去领点回来种？去什么去？要去你去，反正我是丢不起那个人。今儿下午在田埂上，那些巴结着萧家的人可是指着我的鼻子骂呢。我看啊，那都是萧家为了出风头搞出来的把戏，显摆而已。哼，瞧把他们神子的红薯！我们活了这么大把日子，从未听说过1亩地能有4000斤的产量，你们也信？领回来要是种不出那红薯，那不是白费了力气瞎折腾吗？老大，你怎么说？咱们家该种吗？地里的农活一来是你们二老拿主意，你们想种便种，不想种便不种，左右不过是一种作物。我向来不掺和地里的农活，问我这些做什么？我又不懂种地。我如今一门心思都扑在正军功，想法子在军营里升职上，哪还有多余心思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？我不求家里能给我多大的助力，但好歹不要在这个时候拖我的后腿。苏兰，你怎么说？你和苏荷最熟悉，他推广的那个红薯到底靠不靠谱？问我？我自幼便是尚书府大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日日伺候主子，我哪里懂得田间耕种的道理？中秋那日他说的那些话，像乱麻一样堵在我心里。这几日我宅在家里袖手盼，连大门都没怎么出。没想到苏荷在外头又搞出这么大的新花样。如今的苏荷，村里人人称颂。相比之下，我这个曾经更体面的大牙丫鬟，倒成了地里的泥巴。反正以前在尚书府里，从未见过他种过什么东西。显然那个苏荷就是一个花架子，指不定是用什么妖法糊弄人呢。我才不想去领什么藤苗呢。家里真要去领取红薯藤苗，肯定会让我也跟着下地劳作，那可真是累死人了。就是，我看啊，这事还是算了吧，没得白白浪费家里的精力和劳力。可村里人都去领了，大家都说那产量高，若是万一是真的，反正我不种，你们谁愿意种的，谁自己去领。随你们的意吧，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乐意种，老子也懒得费那个心思。这些琐事你们自行决断，我累了，先回房歇息。明早再回去。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麻烦什么？夜里路黑，谁也不许走。成，那就听你的，住一晚。这就对了。外祖父，我把我的房间让出来，外祖父和满仓表哥就住我那屋。这哪成？还占了俊哥的屋。我带几位表兄去江虎家借宿一晚，江家如今人少，有多余房间，满喜就跟我和阿玉挤一挤。来，都别客气，赶紧动筷子，趁热吃，别拘着。这么多年，难得能留娘家人在萧家吃一顿热饭，如今这样阖家围坐，热菜满桌，真好。桂香啊，都是自家人，随便对付一口就行了，干啥弄了这么多菜？外祖父放心吃，家里吃食充足。好，那嗲就不客气了，很是好吃，你好吃。这个酸辣口的开胃。小雅，拌的真好吃。家里正打算做糕点营生，
回头也想让几位表兄跟着学些门路。要是能学会做这面点生意，那日子可就真的不一样了。阿玉，我跟着你学的那绒花也很赚钱吗？当然呢，一雪绒花卖10几20文，以后想挣提子银子，全凭自己的手艺。外祖父，今日剪下的红薯藤，我给你们王家村单独留了5000斤。5000斤，使不使不得，太多了，要不了这么多。咱们家就那几亩地，用不上这么多的红薯藤。外祖父，您别忙着拒绝，先听我说完。这5000斤红薯藤，你们留2000斤自家种，足够种上2亩多地，有个安稳收成。剩下的3000斤，您拿去分给村里值得结交的人家，比如村长家，还有这次愿意伸手借钱帮过咱们家的乡亲。这其中用意，您老人家心里想必也明白吧？我怎么会不明白？王家在村里的根本就薄，大儿子伤了腿，又被张弟弟伤，怕不会少。若只有王家一户都种，产量又高，后红眼病就够我们喝一壶的。3000斤藤苗分的撒去，换来的是王家村里的千基的根基和助力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回去后我就按你说的办。郑哥，我给卫所也留了5000斤红薯藤，你明日去军营报备一声，问问营地是否愿意试种。若是需要，便让人来村进，还有干力多取的。还给营地留了5000斤。可咱们家收割毕竟是军户，吃的是卫所的粮，站的是卫所的边，这么大的事情不好越过了上头。再者说，真要等到红薯大丰收的时候，亩产几千斤的消息一传开，动静必然不小，难免有人说咱们藏着掖着。若让人说咱们不把上头放在眼里，落人口实，反倒不美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明日我去找千户大人说，我的媳妇真厉害，想的就是比我长远。上至卫所军营，要卷至未来风险，近至当下人情，他都想到了，每一步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这孩子不只为自家筹谋，连王家的处境都想到了前头。好啊，阿征啊，你娶了个好媳妇儿。确实如此。明日回去后，我就先按2000斤自家种，3000斤分人情来办。分给谁，怎么分，就按外祖父您的意思来。明日你们先跟着看火候，搬柴递水也都在这一边。这个也是你做的吗？这一趟来得值，闺女一家是真的过上好日子了。外孙媳妇有大本事，孙辈跟着萧家不会走错路，王家这道坎儿也肯定迈得过去。媳妇儿，今日辛苦你了。还好，就是在地里站了一下午，腿有些酸。明日营里的事，你心里有数吗？放心，李千头务实，5000斤红薯藤他没有不要的道理。话头递圆些，别太刻意，也别放得太低，这就叫语言的艺术。满良、满银，你们兄弟俩老老实实的跟着阿俊做事，凡事多听你们姑姑和阿征媳妇的安排，干活勤快些，脑子也机灵点。你们是出来学手艺、挣营生做事的，不是来享受玩乐的。明白了，爷爷，我们一定好好做。满喜，你也是，多听你姑姑跟嫂子的话。你向来细心懂事，平日里也看过点你2个哥哥，别让他们惹事儿。爷爷您放心吧，毕竟我们还是第一次离家常住。好好好，你们再若有事，便托人给村里带口信。5000斤红薯藤，光靠二壮可不成。二壮这阵子跑得太勤，再壮也经不起这么用。家里活计越来越多，一头骡子确实周转不开。大壮这阵子倒是清闲，正好也该派上用场了。就这4辆，再加一副新车架，往后让大壮拉货，家里也能轻松些。先装4辆牛车，重的往中间压，别偏了车板。绳子再压一道，路上别散了。这哪里是在运藤苗，分明像运走一车装粮食啊！5000斤红薯藤啊，这得种出多少斤粮食来？昨日村里痕和隔壁营村分出去的总数也才2万多斤，这5000宗斤可不是小数目。可这些红薯藤是苏娘子的，她送的又是萧家姻亲，谁也没资格说什么。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批粮食被运出去。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何事？属下有事请示。说。我家今年试种了一种新粮，产量不错，属下想向营里报备。什么新粮？叫红薯，藤苗可扦插再种，如今已在军户村推广。今日特地给卫所留了5000斤藤苗，营中若要试种，可派人去军户村接收。属下特备前来报备，询问营中是否需要。这法子出自你妻子，就是你那位尚书府出身的夫人。是，正是苏荷。中秋那几样月饼和饺酱确实不错，送到将军府后也替我挣了些颜面。若这红薯也是真的，那他倒是不简单。先试种一批，亏不到哪里去，只要能种活，就能补些军粮。若真高产，那就是粮草大功。这批红薯藤营中要了，多谢千户大人。若真能多些口粮，也是好事。等等，萧征，大人请吩咐。北边来了急报，边境山路一带有200-300流匪，一路烧杀抢掠，已经祸害了2个村子。
上头命前锋营抽调队伍前往围剿，你可愿带队前往？属下愿往。回去清点人手，整顿军备，明日一早出发。山路复杂，流匪凶悍，务必。属下领命。这个机会，我必须抓住。军营的马车来了，他们也是来拉红薯藤的，军营都要中，那还能有假？我也去领，不能再等了。阿和，娘去帮忙了啊！满粮、满银，你们俩闲着无事，就跟我一道去吧。好啊，姑姑，我们去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嫂子，你歇着，阿月，我跟你一起。我下午打算进山一趟。好，那嫂子早去早回。媳妇儿，我与你一起。你不去营地准备一下？早上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放轻松，你别这么紧绷，那些野兽伤不了我的。若是从前，我确实不敢这样放松。如今，我已经能操控动物，也能与有灵智的野兽沟通，再也不是毫无战斗力的木系异能了。下意识习惯了。这男人可真是。我家媳妇儿还真是格外受山岳动物喜欢。好啦好啦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好了，我要给大黑熊换药了。这恢复速度，应当与我上次输入的木系意义有关。木系生机不仅能缓解伤痛，也能加速机体愈合。恢复得很好，但别剧烈关旁打斗。有这样的能力在，我倒是不用太担心他了。给你们带的零嘴，阿佳亲手做的。大吼熊就是跟着老虎打斗受的伤。我虽有自保能力，可没有与老虎战斗的经验。大黑，他身上还有伤，不能再硬拼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我去帮忙，你带着红英留在这里。我怎能让他去冒险？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。周围没有别的大型猛兽，只有打斗出那一头头老虎。红英，走。他是在替大黑熊分担压力。
哥，你就站在那里别动，别担心，相信我。眼下有2条路，要么俯首归从敌我，要么葬身山林，你选吧。我知道他有本事，他会众将，也能和大雄、红鹰打交道。可我真没想到，他竟能让百兽之王臣服。往后不许再袭击大黑和红鹰，更不许靠近山脚村子。若再犯，我不会留情。真哥，这下咱们进深山，当真是能横着走了。他大约已经猜到七七八八了。他问，我便给他一个理由；他不问，这事就先这样吧。不追问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那我可要沾你的光了。好说好说。好啦，大黑熊，那头老虎成为咱们自己人了，往后也就没人跟你抢食了，甚至还能帮着你找食物，岂不是更好吗？就这么直接杀死一头森林之王，着实有些可惜了。我又不缺这点肉吃，如果能彻底收服它，反而发挥的价值会更大。往后我进深山寻天才地宝，这可是最强保镖。真哥，咱们也该回了。是该回去了。你这是要驮着我下山？被老虎驮着下山，自然要省事许多。可我若骑老虎回去，我家男人怎么办？他再壮硕也撑不住我们夫妻2个人。算了吧，我们夫妻俩走路下山。要不是知道大黑熊没有恶意，我怕是早就一刀捅过去了。我萧征竟有拿大黑熊当坐骑的一天。红英，大黑熊还有伤，这驮着人下山没问题吗？好了，出发吧。主动送上门让我们吃，我也只好欣然收下了。再往前，就不能让他们跟着了。你们先留在深山养伤，不许下山吓人，也不许伤无辜村民。家里多了3个半大孩子，每顿米面菜素都得多出大半。得亏娶了个能干媳妇儿，不然这家底真经不起这么多人敞开肚皮吃。阿征明日一早要出门剿匪，中午他们夫妻俩不提，是怕我早早担心。满喜，把蒸笼布铺厚些，玉儿火看稳，凉透干硬也不怕，配上苏合做的酱姜和菌菇酱菜，总能下饭。哥，嫂子回来了。拿去收拾，今晚加餐。好嘞，我这就收拾。都已经死了，别放着，一并清理。还有背篓里的鱼，我来处理，你先回屋歇着。媳妇儿，不用收拾这么多，
我这次去快则3、5日，慢则10天半个月就回来了。要不让红英跟着你一起去，有什么她也能帮衬下，跑跑腿之类的。咋啦？你们夫妻俩卿卿我我的，叫本狐作甚？没事儿，睡你的吧。哼，真是老狐青梦。不用，我们这次剿匪面对的都是一些流匪，不像战场那般凶险，到时候无暇顾及他，还不如让他陪在你身边。好吧，那这次就算了，是我关心则乱了。萧征的实力我还是信得过的。时辰差不多了，我该出发了。媳妇儿，你在家可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难事就去找娘。你安心剿匪，别担心家里，我等着你胜利归来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我先去地里逛一圈，你们该干嘛就干嘛。藤苗昨日都分完了，今日大家该下地移栽了，我去看看也能顺道指点几句。满良哥、满银哥，咱们也别闲着了，今日我就开始教你们做糕点面包。好嘞。嫂子，关于咱们荣华手工作坊的事，我昨晚琢磨了许久。前期第一批工人，我打算招5、6个。招人时，能不能以村里那些年轻还没出壳的姑娘优先？继续说。年轻的姑娘家，眼神好，精行的，头脑也活坏，对这些新奇的小物子也更有好奇心和探索的劲头。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，已经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和规避风险了。你能这么想，很好。做营生本就是一步步摸索总结出来的，不要害怕去尝试。不过招人方面，咱们还是得定个规矩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必须优先考核录用村里咱们日子最艰难的根基，大有裨益。成，嫂子，我都记下了。我心里已经有几个品行端正、家里困难的姐妹人选了，先亲自登门探探口风，看看她们愿不愿意来学手艺挣工钱。是炎热的气候要结束了吗？可空气中仍然感受不到一丝水汽。这样反常的气候，也不知道到了深冬，飞雪和雨水能否如期而至。入了寒冬，地里怕是种不出什么农作物，要让我顿顿吃干菜咸菜，这点我可受不了。关起门来悄悄催生些绿叶菜倒是不难，天天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吃，总归不痛快。大棚果蔬必须搞起来。阿俊，你们在家慢慢琢磨，我去镇上买点东西。嫂子要我驾骡车送你去吗？不用，我买完东西就回来。到镇上的路我熟着呢，你安心教他们吧。好吧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先出手一批药材，积累本钱，回村再买下几10亩地，一半用来搭建大棚，一半用来种植药材。搭建大棚的材料也要一起买回来，正好趁空试一试。掌柜的，我今日带了几样药材。在这边关之地，好药难寻啊！旁人一年到头也未必能寻出一株，苏娘子竟总能寻梦到这等好货，当真是神人呐！掌柜谬赞了，主要还是运气好。人若是运气来了，往深山老林里多走2步，好东西便自己撞上来了。掌柜的，不知咱们药铺里可有大批量的药材种子贩卖？药材子自然是有的，咱们家本就是抬出行商药种最是齐全。我要板蓝根、柴胡、黄芪、白芷、苍桐这5种种子配足10来亩地的量，如今自己种出一片药田，也暗逆寒，军营操练征战，也算萧征和边关将士备下一份保障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你稍坐会儿，去库房把这几样药种称出来。掌柜的，我大舅前日在药堂重新接骨，这2日恢复的可还稳妥？苏娘子放100个心。前日是我们张大夫亲自操刀，将那骨头重新敲断碎接上的，且用的还是店里最好的续骨膏。今早张大夫还去瞧过了，说是气色极好。那好，谢谢掌柜，我先去后院看看我大舅。大舅、大表哥，我来看看你们。面色虽还有些苍白，但精神头确实不错。今日回去后，还得再炖点滋补的汤水送来才行。毛竹和木料，村里就能取材。镇上主要买麻绳、油纸和厚毡布。只要冬日里能让全家吃上一口热气腾腾、绿油油的新鲜时蔬，这钱便花得值得。嫂子，你这是买什么了？怎的这么多？一些油纸毡布、药材籽，顺道添置了些家用面粉和调味配料。嫂子，我们来搬吧，你快先进屋歇歇。这些粗活重活交给咱们哥俩便是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嫂子，快喝口水解解渴。
你手工作坊的第一批工人确定好了吗？确定好了，今儿上午挨家去转了一圈，已经跟他们各自沟通好了。那就好。嫂子，那赵婶和李婶他们那边，我该怎么说好呢？这次为了效率和精细度，我优先选了村里的年轻姑娘。若是让2位婶子知晓了，我怕人家心里会多想。就这事儿啊，瞧把你这丫头给为难的。2位婶子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说明白了就不会多想。关系好归关系好，做营生也得把规矩说在明处。虽然2位婶子不能参与绒花的手工制作，但咱们家的活计可不止这一样。他们完全可以带着家人做咱们家的代销商啊，比如家中的女眷可以承包咱们作坊做出来的饰品，家里的汉子爷们儿则可以赶着车挑着担子跟着去摆摊走货，兜售阿俊做出来的面包和糕点。只要给他们留足力钱，其实不比在作坊里做手工活赚的少。对，咱们家的门路渠道也不止我这一个手工活。接下来咱们家还要继续开垦新田地，搭建大棚。总之家里往后的活计多着呢，少不了要大批招工，不缺你手工作坊这一样。况且你那个活计花时间费精力，本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。那就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跟娘通个气，让她心里有个数。这哪还有她初见时的文静模样啊？但挺好的，女子便该这般雷厉风行，果敢决断，往后才能独当一面，不轻易被折腰。娘，上午我去医馆看过大舅了，气色还算稳。明日你再炖上一锅滋补鸡汤吧，让阿俊送去医馆给大舅。我看大表哥他们在医院吃的敷衍，营养必须跟上。瞧我这猪脑子，我昨晚光想着天热肉放不住，一股脑把野山鸡全抹上粗盐腌了，这还怎么炖滋补鸡汤啊？怪我脑子钝，到底还是儿媳妇心思细腻。没事的娘，下午我让红英去山上再叼一只山鸡回来便是，让红英进山传个话，那2个大块头随便帮他弄一只回来就成。这样也行，这么小就使唤着干活，合适吗？这小狐狸真能听懂人话，姑姑家的节奏我怎么一点都跟不上？从住进萧家那天起，我的惊讶好像就没停过。做工的地方和家里生活区分开，往后来人也不至于冲撞内院。眼下人不多，先搭个能落脚的草棚，省下前期成本。绒花工艺新鲜，放在院内有院墙挡着，总比院外安全。等这门营生试水稳了，再给月儿批地建个独立作坊也不迟。哎呦，苏娘子，这大中午的，快屋里坐。陈叔，我想在萧家老屋周围再买30亩荒地或闲地，越近越好。大棚果树要加近才照看得住，药材也不能离人太远，免得招贼或被野物糟蹋。萧家老屋在这儿，西侧这片荒地离你家最近，后头这块闲地也能一道连上，这2处稍微规整一下，连成一片，30亩不成问题。够近，也够连片，大棚和药田都有着落了。好，就这块地了。陈叔，这次地契手续还得劳烦您亲自去衙门跑一趟，这点小钱不值什么，路上渴了饿了，买点炊饼茶水吃。哎呀，苏娘子，你每回都这么客气，这让我怎么好意思？那老头子我就厚着脸收下了。我明儿一早就坐牛车进城，保管用最快的速度把这30亩地的官契顺顺当当的办回来。那便劳烦陈叔了。30亩新地一落停，我的大棚实验基地和药田就都有了着落。30亩地定下了，接下来就得细算大棚怎么搭。嫂子，可算找着你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千户夫人来咱家了，说是来找你的，娘让我赶紧出来许你回去。千户夫人？我与这位千户夫人私底下至今连面都没正经见过一次，她怎么会突然登门上网来找我？对，就是大哥上峰家的夫人。方才我们几个正在院里搭草棚子，院门口突然停了辆气派马车，我们还以为是哪家贵人走错了道。接着一个体面的大丫鬟先下来，扶着位贵夫人下了车，没想到那夫人径直进了咱家院子，娘都慌得赶紧迎上去了，家里连套像样白瓷茶具都凑不全，娘一使眼色，我就赶紧出来寻你了。我知道了，咱们走快些。果然还是马车好啊，车厢宽敞，四面防风，坐着定然舒适安稳，哪里像骡车，路上稍有坑跌，骨头架子都快颠散了。之后时机合适，我高低也得给自己添置一辆。人嘛，就得多为自己谋福利，该享受便要多多享受。夫人，这便是我家的大儿媳妇苏荷。太好了，主心骨可算回来了，再让我陪着这位贵夫人坐下去，
脑子里那点词可真要掏空了。苏荷见过夫人，夫人万福金安。好一个标致可人的通透人。夫人谬赞了。嫂子，喝水。这次倒水，我手不抖心不慌了，有嫂子在。谢谢阿月。夫人，您今日亲自登门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苏娘子是个爽利人，那我便也不绕圈子了。我今日冒昧登门，确实是有所求的。上次苏娘子做的月饼、小回包，还有那果酱，真是美味。我当日还分了一部分送人，对方也夸好呢。这不，后日便是对方的生辰宴，我想着他喜欢，便厚着脸皮想麻烦苏娘子再做一份。上个月中秋，萧征送来的那份节礼，我一眼便觉得新颖又精巧，我便借花献佛，分出一半，加进了送往将军夫人的节礼里。没成想那份吃食竟得了夸赞。我知道此番登门有些唐突，只是这寿宴在即，我要的确实有些急了，这才亲自赶了过来，还请苏娘子莫要怪罪。夫人快别这么说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这点小忙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是些吃食罢了。夫人若是喜欢，只需派个丫鬟婆子来说一声便是，何至于让您亲自跑这一趟？李夫人没明说送谁，可分量显然不低，能让她这样郑重登门，只怕是更高一层的人情。问多了反倒不美。应该的，毕竟是要劳烦你们一家子特意赶制。夫人，那这回的面包与月饼，咱们是按照上次一模一样的款式来做，还是再重新做一些新鲜花样？苏娘子竟还会做别的新鲜花样？她要出彩，这个忙就得帮得漂亮。可以的，我可以再琢磨琢磨，但保证不比上次的差。行，那这事儿便由你看着办了，只要后日辰时前能将东西送到我府上便成。好的，绝不误了夫人的事。桂香啊，我的天爷呀，你们家这是来了什么大贵客了？不，你们老萧家还有个富贵亲戚啊！别瞎叨叨了，今儿这位就只是来我家预订糕点面包的夫人。预订糕点面包？啊！坐着那般气派马车来的夫人，就为了来你家买糕点？人家夫人吃过我家阿和做的糕点面包，十分喜欢。这不马上家里要办宴席了，才特意登门，说的我都想吃一口了。苏娘子可真厉害，又会种地又会做吃的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。你们倒是清闲，我家可还忙着呢。我家阿和待会儿还要琢磨给贵人的新鲜吃食，可别耽误了正事。都散了散了。阿和，你方才应承李夫人的事儿真没问题吗？你还想换个什么新花样？你直接说要怎么做，需要什么，我们全家人都给你打手。对，嫂子你尽管吩咐。你们也别这么紧张，我既然敢那么说，自然是心里有数的。放心吧，正好这次阿俊跟表哥表弟也可以跟着学一学新花样，往后糕点品类更丰富，也好多赚一些银子。我晚些时候画一份提篮的草图出来，你送去给家粥，麻烦他削木匠，赶在明晚之前务必做出来，工钱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们俩帮我赶制几个香囊，2个大梁段子，延续中秋节礼风格，简约亚制即可。还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声，我今日下午去了村长家，又买了30亩地，就在咱家院子的西边和后坊。啥？又买了30亩地？地契手续还得劳烦村长去县衙跑一趟。这30亩地不种粮，一半种耐寒药材，另一半预备搭暖房大棚，冬天种新鲜绿叶菜。行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你安心备你的礼就是。你们仨现在先把阿月手工作坊的草棚子搭完，今日不急着做糕点面包。外包装倒是不难，真正要费心的是这回端上寿宴的糕点。这次是送去生辰宴上的吃食，不能只求好吃，一要喜庆讨喜，2要外形出众，3要口味独特。边关闭家属圈里能让李夫人这般郑重的，只怕就是将军夫人。必须足够喜庆、精致、少见、体面。就做这个，既讨喜又新鲜。后日寿宴上一定能压住场面。砍式和原材料总算都整理出来了，具体流程和精确配比，只能明日实操时一步步调了。以前那些视频里的克数和比例，我哪还能记得那么详细啊？但好在手感和经验还在，问题不算大，大不了明日多尝试几次，总能把味道和样子调出来。嫂子，画好了。你现在就给肖木匠送过去吧。上面画了2款篮子的样式和尺寸，一个大些的圆形提篮，一个小巧的小篮子，大的成糕点。他务必赶在明晚之前交货。若他家里还有多余竹编篮子，不拘样式，你先捎带几个回来。好嘞，我马上就送过去。材料好在上午去镇上时都补过一批，可还有几样东西镇上铺店里未必买得到，倒是山里能就地取材。阿月，红英还没回来吗？还没呢，嫂子。红英多半跑回山里了，正好我也缺几山中食材，不如趁天色还早走一趟。我去山里一趟，很快回来啊。阿月，这弟妹是一个人去山上了，那莫山里可是有野兽的吧？她一个女人家。对啊，
表嫂怎么不说一下？我可以跟她一起去啊。没事的，两位表哥，我家嫂子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你们小瞧她了。你们若是跟着去，说不定对我嫂子而言反倒是个累赘。等你们在萧家待的时间长了，自然就知道我嫂子的本事了。放心吧，她一个人上山不会有事的。很简单，我犯懒了。有这么方便的代步朋伴，我是真不想靠2条腿在深山老林里跋涉。红英和大虎他们应该就在这片山里。找到了，东北方向约莫2里外的山坳里。只要让他们仨感受到我的气息，想必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来接我了。下午好啊，大虎，你能带我去深山最里处吗？我想找点东西。我想要的那些食材原料，也只有地下暗河滋养的最深处才能寻到。很好，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。野果子、佛手麦、山楂、黄芪，还有能做装饰和内馅的鲜花，都得尽快找齐。太好了，还真让我全找到了。果然靠山吃山，倒是省了一大笔采买银子。这次就做新中式养生糕点，精巧雅致，松软心醒，再配药食同源的食材。和和是在找什么好东西呀？红英，你往那边去，帮我找红色的小果子，圆圆的、酸酸的，长在矮树上。你去把好看的花也给我摘一些回来。你这么会找宝贝，肯定也能帮我找到这2样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他可是最会找宝贝的狐狸啦，肯定比那笨熊和蓝狐找得更快更好。大黑，你往那边走，沿着水声找过去，西边有一种黄绿色的果子，长得像我手指头一样，闻起来很香。你把它们摘好，再找大街包起来带回来，知道吗？红英，你给大黑熊翻译一下。找东西谁不会？他山洞里满满囊满的东西，可全是他一件件从山里搜罗回去的。大虎，你往西边那片背阴坡去，刨几株黄色根茎的草药出来，就是叶子细长，根部很粗的那种。这有啥高兴的？不过是花花草草，哪有捕猎有意思？不想动，就想在这里趴着歇会儿。这竟是个懒货，那可不行。我收服这么个大块头，可不是让他在这里当摆设的。得喽，要想马儿跑，就得给马吃草啊。好了，奖励已经发给你们了，现在该干活了，分头行动，争取天黑之前满载而归。今日这一趟进山真是不虚此为。嫂子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我从萧木匠那儿带回来的现成篮子。嫂子，你看看可行不？图纸上那2个，他说连夜赶工，明天傍晚前一定能交。表哥，麻烦你把这2只野鸡处理一下。好嘞，交给我。可以的，萧木匠的手艺没话说。那就好。表嫂，还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？我能做。那就麻烦你帮我把背篓里的这些花草果子简单清理一下，泥土抖掉，枯叶烂枝摘干净就行，然后按种类分开，摆在簸箕上晾着，我明日要用。好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做饭和研发新吃食，其余体力活杂物，总有人抢着帮我做。娘，我带了2只鸡回来，明日让阿直留送去医馆给大舅补身体，另一只今晚就做成烤鸡，能吃个新鲜热乎的。咱们不能老吃腌制肉食，有新鲜食来就尽量吃新鲜的。行啊，你看着办。这一步叫马料入味，料抹的匀，烤出来才香。封炉焖烤是为了让热气包裹住整只鸡，这样受热才均匀。中间还要开炉翻转2到3次，让每一面都烤得均匀。每次翻转时，再薄薄刷一层蜂蜜酱汁，这样鸡皮才会又脆又亮。最后烤出一层焦糖色。好香啊！这也太香了。
好了，可以出炉了。啊！开饭！来来来，都动筷子吧。好吃！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。这烤鸡的做法我必须学会。吃慢点，吃慢点，又没人跟你们抢。本大仙今日干活值了。人情世故，贵在周全。这份经李夫人转送，万万不能忽略她的心意。送礼从来不只是送物件，更是送人心，送体面。旁人有的体面，李夫人也得有；旁人没有的心意，更要独有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苏娘子，这怎的准备了这么多？这可大大超出了我前日给的定数啊！夫人，这4个大圆礼篮是专为今日生辰宴席准备的。篮内有4款和风味不同的新式便点，落座后便可一篮尝4味。这只精巧小竹篮是我特意为寿星准备的专属生辰礼，里面是独有的生辰限定款，不与宾客吃食混同。如此，方显夫人您诵读一份心思。好一个玲珑剔透的苏娘子。这2大1小是专门为夫人府上备下的，款式与生辰宴那份无二，专供夫人与家人品尝，糕点精巧，处事更周全。萧征能娶到这般聪慧通透的媳妇儿是福气。这是给你的辛苦钱，切莫推辞。今日我还要赶宴席，往后若有短缺，尽管来千户府找我。那我便厚颜谢过夫人赏赐了。李夫人这边的关系算是被这次面点砸实了。等生辰宴后，点心在贵妇圈亮相，往后售卖便有了根。嫂子，咱们这回算大功告成了吧？成了一半，就看李夫人的宴席造化了。不过咱们该做的都做绝了，接下来该腾手折腾那30亩新地了。若不是为了维系边关女眷关系，我才懒得折腾这宴席。夫人，
这是臣妇特意为今日生辰宴备下的，寻了位手艺了得的巧娘子，做了些新鲜面点吃食。吃食面点，不知夫人可愿赏脸瞧瞧？呈上来，打开瞧瞧。好心思，当真是好心思。太好看了，也太香了，我都想现在拈起一块尝尝。这4个李兰已让全场惊艳，可真正的杀手锏还在后一头。那4个李兰是臣妇借花献佛，供各位夫人小姐同享的，而这1小篮才是臣妇专门为夫人您准备的生辰礼。这难不成也是面点？回夫人，此乃玫瑰花酥，天下女子哪有不喜鲜花的？臣妇便用这开不赖的紫玫瑰，祝夫人容颜哪份寿礼，岁岁如今朝。好一个容颜永驻，好一个玫瑰花酥，这般好看呀！你今日当真送到了本夫人的心尖上，赏，重重有赏。苏娘子这份心思和手艺，真是替李家大大长脸。往后这位苏娘子，李家必须好好教好。这我们不能要。对啊，表嫂，快收回去。我们本就是来学手艺的，每日蹭吃蹭喝已经够厚脸皮了。收着吧，这2日为了赶工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这是千户夫人瞧着点心好，额外奖赏给大家的，哪能让我一个人独吞？娘，这是你的2两。啊，我也有啊。阿和，娘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主要是你们几个做的，妈这次就不分这银子了。娘，可太重要了，这2日你帮我们做好了后勤工作，打杂、做卫生，还确保了我们每顿餐食，这不算你的付出吗？还能这样理解吗？不能因为你没亲手做面点和香商，就全部否定了你的付出。原来我每日做的这些郑重的付出啊！谢谢嫂子。那谢谢阿和，娘就厚着脸皮先收下了。弟妹，3两太多了，我们仨就拿1两。行了，别磨磨唧唧的，有付出就有收获。满粮满银，阿和给你们，你们就拿着，往后多帮着做事，心里记着他的好就是了。娘，靠院子后侧这块地，离咱们后院小磨门近，又挨着山脚，最适合先做大棚蔬菜区。另一边那半新地土质更好，离家稍远些，但正好另有用处。娘，那一半新地我打算全部用来种植药材，药种子我都已经配好了，但后续招工、开垦田地、翻土播种这些繁琐事，可能要劳你多费心。药田这一块，后面就全由你来抓了。接下来我的重心会放在搭建大棚上，这活之前没人做过，我怕分不出太多精力时时盯着药田。娘，地里的活计你最熟，我相信你压得住阵，你可以请村长和书管帮着组织人手，开荒招工的工钱咱们按天结算，绝不亏待大家。放心吧，阿如，这事儿交到娘身上，娘保管给你办得妥妥过贴。那这段时间就辛苦您了。药田是日后赚钱和做高品质药膏的根基，不能轻忽。药种子交出去前，我先用木细细能暗中滋养一遍，后续趁夜色悄悄补一波能量，土壤活起来，药草自然能长得好。冬日种菜，核心无非透光、密封、保温。琉璃太贵，太脆也太扎眼，我如今不能冒这个头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再加上木细亦能调理土壤，只等娘把人手招齐，这30亩就开干了。阿和，人我都给你挑好了，个个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。 20个老手先去药田翻土、播种，都交给他们。另外10个跟我去院后菜地，先挑土、砍竹子、挖深坑。这里再稳一点，弧度不能太急。 苏娘子，这生主子不听使唤啊，会谈的厉害，把刚糊好的油脂全给扯烂了。是我有些急于求成了，没算准这天气因素。如今冬日迟迟不来，白日天暖，又有干风，生竹子接空城里头那股硬劲就卸不掉，水分散得快，又散得不匀，才容易顺纹劈裂。交易在风里干得太急，表面嫩里却没粘牢。到了夜里风一凉，一缩一胀之间，油脂自然撑不住。萧大叔，往后运来的毛竹不能再直接升弯了。 得先支个火堆，架再过一遍，把毛竹先靠一边揉，把里面的竹青汁水逼出来，
火烤去腥。江湖里添粗盐和白矾，粗盐锁水，白矾防潮，也能增韧。哎呀，做竹酱一竹蛋确实差给忘了。成，咱们照你说的改。这回是真立住了。表哥，你们快尝尝我这批刚出炉的餐包。阿俊，这火候绝了，弟妹椒的香气全给你逼出来了。表嫂，你快来尝尝。外皮酥脆，内里蓬松。阿俊，你现在的火候拿捏的比我还准了。嫂子，既然手艺已经过关了，我打算明日一早去镇上摆摊试试水。我带着满良哥、满银哥一起去，这好东西总得见见光。其他款式之后一边学一边卖，两不耽误。成啊，有志气。若能卖得好，往后这店面摊子的掌柜便非你莫属了。绒花工序多，咱们先拆成几步，一样一样来。大妮，你负责把细丝按这个尺寸绞好，千万别伤了手。二丫，你手稳，专门负责把丝线分批退胶。姐妹们别急，慢慢来，只要做工精细，不愁卖不出去银钱。等老大这次回来，瞧见家里的变化，怕是眼珠子都要惊得掉下来喽。可不是嘛，也不知道大哥那边怎么样了。是啊，10天了，我家男人也该快到归家的时候了吧。这烟道再压实些，夜里走热气才稳。嫂子，快随我回去，李夫人来了。总算把人给等来了。面点李兰送去千户府，一晃都过去10来日了。按理说，生辰宴席不论结果好坏，李夫人总归会有所表示。萧大叔，燕道先照方才说的再压实些，我回去一趟。走吧，回去。夫人安好。哎呀，快坐着，苏娘子。你可真是本夫人的福星啊！那日的面点李兰和那2朵玫瑰花酥，可让我在宴席上风光了一回，就连宴会主人也喜爱的紧，拉着我的手夸了又夸。这次可都是你的功劳。是夫人福泽深厚，我不过是尽了绵薄之力。你们能喜欢，我便放心了。那日宴会结束，我原本打算次日便来找你的，没想到第2日我县城的娘家来了急信，我便急匆匆赶回去了。这一住便是好些日子，昨日夜里才刚赶回镇上，今日一早连茶水都没喝一口，我便奔着你这里来了。苏娘子，我是真看好你这手艺，只是不知夫人打算如何个合作法。上次我费心做面点李兰，为的不前期投入太高，而且还需要一步步磨练张罗。所有亏损开销也由我来担，而你只需出独门技术和配方，按时提供新品便成。咱们5-5分账，你看如何？5-5分账，不仅对半分成，且李夫人还包揽了所有前期的开销与场地。我如今急需原始积累，又抽不出太多精力管市面琐事，这确实是事一条结最重要的事。我看中的是千户夫人这层关系，我必须要与这些靠山利益捆绑。夫人仗大度，这合作条件我没有任何异议。不过这铺子该怎么开怎么卖，我倒有些粗浅的想法，想跟夫人商榷一二。哦，你且说说看。咱们这里毕竟是边关重镇，不比那些富庶的府城，这里的富商巨贾、达官显贵，统共也就那么些人。若是照搬府城那套限量供应极高的卖法，在这里未必合适。高端客人本就有限，只吃这一头，生意容易越做越窄，只做贵客不稳，只做便宜时又撑不起体贴面和利润。所以我想着，咱卖批成高低两，能花大钱的贵客和愿意尝鲜的百姓都得照顾到，也就是双轨营销。何谓两档，又该怎么分？这第一条路子就是走高端预售定制，针对的就是镇上的官家夫人和富商大户，凡遇上生辰、年节做府上办席，都可以提前下定。像锦囊福袋酥、鲜花饼和特制寿点这一类，就适合做成体面礼盒。这类点心不能日日摆在柜台上散卖，既然是定制，便可按客人的预算、身份和用途来搭配。小寿小宴可做得雅致轻巧，大寿年节重礼则要更体面些。外包装出食盒、素灵内衬、颈部垫和小巧挂件，收礼的人一看便知用心。礼盒盖上再贴上铺子独有的印签，往后旁人一看便认得出。这第二条路子便是走平民化的大众薄利路线，面向的就是镇上的普通百姓。
还有走街串巷的行商，就做那种现烤软包，饱腹感强，味道又香。每日定量大炉烘烤，价格定得亲民些，让寻常人家咬咬牙也能买得起。开张头5日，咱们也不搞虚的，直接每日送出切块小样，只要是路过的人都能免费尝一小口。等他们尝过了，觉得好吃，自然就会掏钱买。如此口口相传，铺子的名声和人气很快便能传开。好，你这丫头不仅手艺巧，这做买卖的算盘也精明。若依你所言，咱们这铺子何愁不赚个盆满钵满？这门买卖已定下了，店名可得好好合计合计，既要有烟火气，也得透着几分雅致才好。麦香居高铺或是香贝高铺，你看如何？那就麦香居高铺吧，听着便有刚出炉的麦香肺，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，入乡随俗最好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等铺子修缮好了，门头上的大匾也得做得体面些。我亲自托人去请县里有名的老书法家，再用上好的楠木做一块烫金大匾。可以，再配一副匾额对联，正好点出咱铺子的特色。上联炉火焙麦包，后联匠心制酥糕。好文采，这对联一挂，咱们铺子的格调便立起来了。夫人，有一桩要紧事，我想提前与夫人说明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尽管说。家中还有130亩地要忙，近期又规划了药田，还搭了个暖棚，这些如今都离不开人，所以我不能日日坐镇铺子，事事亲自盯着。铺子后续的日常事务，我打算另安排人主事。制作和运输都得有个能长期盯着的人，日常打理、账目核对和经营管理也都要有人接住。这个人是我小叔子萧俊，往后便由他与副院家的管事交接。夫人放心，阿俊虽年轻，却不是莽撞孩子，他有担当，脑子也转得快，肯学肯做。如今他已能独立完成点咸制作，今日他还带人去镇上摆摊售卖软包，已不是只在家里打下手了。不过夫人放心，我并不是全然撒手不管，这门面点手艺本就打算慢慢培养阿俊接手。我会专注技术研发与新品改进，铺子里的产品质量我也会严格把控，每隔1-2个月推出旁人仿冒不来的新鲜花样。我未来要走的路不只是卖糕点，地头上的活才是我真正要抓住的重头戏。我必须从零售所势里抽出来，让他们也独立成才。你这丫头当真是个甩手掌柜的料，不过这安排稳妥，他管经营，你专心做技术，铺子日后才长久。你那小叔子只要是个本分的，我也会让人多提携着他，绝不叫他在镇上受了旁人的欺负。那我便替阿健谢过夫人的护佑了。镇中心那间老字号铺面，我腾出来给麦香哥用，那便定在下月18，是个顺当的好日子。从今日起，人手便开始招起来，铺面也要着手重新修建。如今10月下旬，距开业还有20多日，足够准备。往后这麦香阁的招牌，可就要看你们萧家的本事了。夫人放心，我们定不负所托，属于萧俊的天地，我已经替他稳稳地铺好了路。接下来，我也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启自己的事业了。怎么样，今日摆摊卖得如何？卖完了，阿和，全卖完了，一个面皮都没剩下。麦香小面包和黄芪养生包2样都卖空了，价钱压低了些，个头也比送礼那回小1卷，才好让百姓买得起。那就好，全卖光了便好。只要能全部卖光，就说明大家对口味和定价都是认可的。以前在村里只知道土里刨食，哪见过铜板这般利索的进钱袋？这种靠买卖赚钱的感觉真好啊！行了，都别在门口傻乐了，先进屋喝口水，我还有一件喜事要跟你们说呢。上午李夫人来过，她想同咱们合伙，在镇上开一间糕饼铺子。什么？这就要开铺子了？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今日眨眼就要跟千户夫人合伙开铺子了。阿醉，铺子下月18便要开张，以后这麦香云的主事人之一就是你，你可要担起事来。嫂子，我今早出门摆摊的胆量去哪儿了？这2日你把账目算得一丝不差，方子也学得最快。今日你能独立带队把东西全卖光，就说明你有做生意的料。嫂子相信你，你大哥若是在家，也定会为你交高傲。我就问你，这铺子你能不能撑起来？嫂子放心，虽然掌柜这位置我还有跟你信得过我就算保邻居把这110斤肉砸在铺子里，往后地里的活你安心干，镇上的生意我会替你死死守着。好小子，有骨气。有人闯进来了，难不成是家里近期的举动招了贼人惦记？动静好像是从堂屋传来的。萧征，媳妇儿，是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。
媳妇儿放心，剿匪可顺利，有没有受伤？那帮流匪就是乌合之众，被咱们围困在后山，3两下就剿灭了，就一点小擦伤，这都不叫伤，都愈合的差不多了。去洗个澡吧，我给你烧水。好。阿珍回来了，老天保佑，平安回来就好。娘，您回屋歇着吧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这里有我呢。行行行，那就辛苦阿和了。先垫垫肚子，这是阿俊今日做出来的，软乎着呢。谢谢媳妇儿。水快好了，你好好泡泡，去乏。媳妇儿，我想你。我也想你了。去哪儿？不能让他现在就起疑。去趟茅厕。要不要我陪你？不用，你睡吧，我很快回来。别叫，过来。张藏主家出事了，先缓一口气。这么急，看来真出事了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你相信我吗？相信，再也没有比我媳妇儿更值得信任的人。那你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山海镇，张地主家。你探过张地主家？什么时候探的？可惊动人了？没事，他们不认识我，也没惊动人。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帮你打探消息，没打算自己出面。你是有消息了？这事我能处理。不是明日，是现在就得去。好。媳妇儿，咱们赶骡车从军户村到山海镇，赶骡车也得1个多时辰，走路就更远了。眼下他这架势，事情似乎很紧急，那必须选个更快捷的方式。不行，天太黑，路又不平，赶骡车的话很容易翻车，太危险了。早知道我今晚骑1匹马回来就好了。战马与物资都还未来得及清理，暂时都归整在后营里。如果手边有马，一路快马加鞭，也能省下不少时间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走，我们现在去墨山的山脚下。又来了，他这一刻状态完全不一样，我能护得住他吗？咱们先在这里等一等红英和大给熊他们，等会儿可能会需要他们。好。真哥，大虎带着我，等咱们回来的时候，也可以让大黑驮着你。这山猪王正合适。好。这会儿肯定进不去了。跟我走，我知道有条路可以绕进镇子里。上次我把镇子周围路线摸过一遍。张地主宅在镇东，走这条巷子最快。我们要去后院柴房，那里有人等着救。张地主昨日抓来一个年轻姑娘，傍晚被打得半死，人被关在后院柴房。小麻雀说她气息越来越弱。去后门。等等，倒是省事了。前院廊下有一个，东厢附近还有一个，后院没人。东厢那人转向了。走。还
活着，但撑不了多久，先暂时保住命。别出声，我们是来救你的，能动吗？我来吧。带他去哪儿？先回村看伤势。莫山村西山脚30亩良田，多半都是强取豪夺来的。干得好，明日加鸡腿。媳妇儿，咱们不回去吗？这人还是不跟咱们回去为好。白日人多眼杂，张地主天亮后肯定会找人，证据还没到手，不能打草惊蛇。这几日先让在山里避避风头。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找个隐秘山洞安置下来，让红英他们守着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一个人带他们上山，可行吗？你打算做什么？趁天还没亮，我回去扫个尾。也不知道我家媳妇是怎么做到的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给张家摸摸底。这个柜子有问题。这里应该有问题。镇压吏房输送银钱7、8年，吏房输办，勾连欺压良民，所以把张老主和镇压吏房拉下水。张家大少爷的院子，先前盯上小表妹的也是这院里的人。去找些干草来，越软越好。大哥，去附近找些野果回来。辛苦你了，先歇一会儿。他没开窍，一路听话，多半是被大黑和大虎压着。你在旁边压着，别让他乱撞。你带他回去歇着，别再往镇上跑。别乱动，你伤还没稳。你是谁？是你救了我吗？是我和我丈夫一起把你救出来的。这里已经离开山海镇了，张地长一时找不到这里，你先安心养伤，别怕，我不问旁的，你先把身子养住，天亮后我再带吃食和换洗衣术上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梨花。好，梨花，你先好好躺着。这是红英，她通人性，不会伤你。洞口那个是大黑，也通人性，会守着你。兄，大黑，滴血，别吓着他。好好休息，别乱动。吃的在旁边，红英和大黑会守着你。
苦了，大黑。好在娘还没起床，否则这大半夜不知去向，还真不好解释。救人的事先不告诉家里人，免得他们担心。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这一整夜折腾下来，便是有印泥傍身，也有些吃不消了。也不知道萧征那边如何了。征哥，是我去营里上职了，张家那边不用操心，我来处理。人和物资一项一项记清，百户名次和木牌都备好了，先封存，等会儿一并上报。总旗，地形图和口供一并封好。千户，人员与物资已经清点造册，10几车缴获都在辕门外封存。好，这趟差事办得漂亮。你这趟不光剿了匪，还摸清了这处隘口，物资、口供、地形图一样没落下。能打能查，还能收尾，难得不烦躁。营中正缺一个能担事的人，把总的位置不能只看资历，也得看谁能扛事。我有意着你为把总。把总，这不是虚名，是从百户再往上迈的一步，人手、军务、分量都不一样了。这不是随口赏你，是你这次实教摆在这里，往后这份差事你要担起来。多谢千户栽培，属下定谨守军令，不负所托。萧征剿匪不有功，办事稳妥，自今日起擢升为把总。属下领命。好小子，真给咱们长脸。萧把总，恭喜，多谢。萧把总，恭喜！这一趟剿匪，大家都服，清点封存，地动图都做得漂亮，咱们是真服气。听见没？大伙儿都服你。恭喜萧把总！多谢诸位。凭什么？萧把总，恭喜，多谢。同在军中多年，凭什么偏偏是他？这把总的位置，本也该有我一份念想。千户，属下另有一事禀报。这些东西从何而来？回千户，是属下查张家时所得。张家借河滩地界生事，欺压属下旧家，账册弃置。他们借改契强占民田，又以地界租银、真实大镇罚银为名勒索酸民。吏房书办也牵进来了。和儿与昨夜救人的事不能牵出来。属下所言皆在这些账册弃置里。张家敢改契压案，镇衙里必有人替他们通气遮掩。若按寻常路递进镇衙，消息只怕先到张家耳中，一旦走漏风声，他们必会悔账改口，转移弃置。所以你没先去镇衙，是不能请千户岛出手，先压住此事，要么不动，便要一击即中，不给张家喘息的机会。这事牵得不浅，单凭一个张家未必有这胆子。这事儿我接了，东西先留在我这里，暂且不经张家，我会另寻可靠人手查实，一动便从源头压住。多谢千户，你先回去，此事暂且不要张扬。张家的事终于有能压得住的人接下了，剩下的等千户出手。也不知和儿醒了没有，先回家。总算缓过来些了。院子倒比我还精神，这样也好，大家都在往前走。前2日咱们已学了如何染色，今日咱们就从制作通草花开始。阿玉如今也像模像样能带人了。通草花主要靠捏、碾、搓这几个动作来塑形。这也太细了吧！阿玉，这通草花会不会很难呀？通草花还是最简单的，后面的绒花更复杂，咱们一步步慢慢学。咱们能坐在这里学手工，就已经迈开一大步了。也对，先学起来再说。对，再难咱们都要学，一次不行就多做几次，不急，慢慢教，总能教会的。手艺握在自己手里，遇事才有退路，立身才有底气。烤炉那边也没闲着，下月18就开张，柜台上至少得撑起8种面点。阿月教手艺，阿俊练面，娘又去地里盯着，家里都没闲着。这般过日子，生活才有盼头。你们今日做的便免有多的吗？
有的，每次练手怎么都有2、3个过鱼。那把剩下能吃的面面都给我装篮子里吧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我马上装好。这大半天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梨花情况如何。既然把人救出来了，总不能丢在山里不管。希望梨花那边别出什么岔子。红英，你这是来接我吗？红英都能跑出来迎我，梨花那边应当还算安稳。小精灵鬼，跑得倒快，这路倒是被他们踩得熟了。辛苦啦，大黑，守了一夜。喏，赏你的。别怕，是我。恩人，你来了。我叫苏荷，今年19，你可以叫我阿和姐，或是苏姐姐。阿和姐，我今年15，我还当她有16、17，没想到竟才15。张家父子真是禽兽不如，这么小的姑娘也下得去手。昨夜走得太急，倒是便宜了那对父子。这笔账先记下，绝不能让他们再祸害人。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垫垫，稍后我再给你换药。这水是什么？酸酸甜甜的。山里的野果熬成果酱，冲开后又加了点蜂蜜。我给你重新换一遍药，动作会轻些。阿和姐的手真的很轻。换一身吧，你身上那件已经不能穿了。总算比刚才有了点精神。梨花，要不要给你家里人送个信？不要，别联系他们，我不想回去。这个家怕是比我想的更不对劲。好，不联系。不想回去就不回去，我不会逼你。谢谢你，阿和姐。若不是你们，我恐怕连这条小命都保不住了。你先在山里安心待个几日，等张家的事有了结果，你再下山。若闷得慌，可以在山洞附近走动走动，但千万不要离太远，会有危险。大黑和红英会一直守着你，有事就跟红英说，她听得懂，也知道怎么联系我。阿和姐，你有事只管去忙，不用担心我。好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谢谢你，大黑。你送的鸡兔我很喜欢。这大块头什么时候学会献殷勤了？竟想讨和贺欢心，跟我抢地位。好啦，你们都是好宝宝，别互相斗气。红英，你好好守着山洞，有事联系我。大黑，送我下山吧。如今有了这么便利的坐骑，能偷懒自然要偷懒。眼下还是白天，不能让大黑一路送到山脚。大黑，就到这里停下吧。好了，快回去吧。生机稳健，没有内伤，家里还有熏肉，眼下倒不急着再添新肉，正好1公1母，先养起来，让他们繁衍下去。这锅鸡汤，一半留给萧征，出任务会回来补一补，另一半送去医馆。大舅养得好，兴许过几日就能回家。这支烟好了，晚些你来烤。嫂子放心，交给我。呀，苏娘子，今日差不多就能收尾了。棚架、油纸和边角收口都按你说的法子做完了，你进去验看验看。做得很好，大家这几日辛苦了。拿了工钱，自然该把活做好。棚门这里再加固一遍，夜里冷风最容易从这里钻进去。成，我这就让他们补紧。第一批先种松菜和波莲，这2样耐寒，生长期也短，暖棚里先赶一茬。之后再错开种萝卜和韭黄，不能让棚里空着。边关冬日长，深冬能吃的绿菜少，若能稳定出菜，自家先不愁吃，余下的拿去镇上卖，也能给家里添一份银项。萧俊，把这些送去季安堂，给大舅和表哥们补一补。快去快回，晚饭前赶回来。我也跟着去，正好看看我爹。满银，你留下，家里的活不能没人做。地里的白菜包的密，
叶子掰开都是水灵劲儿，荞麦穗也压得沉，我瞧着能先收一部分了。土豆、红薯藤蔓也旺，明日你去瞧瞧能不能起。白菜和荞麦拖不得，土豆、红薯还能再养几日。明日先去看，白菜和荞麦可先收，土豆、红薯再等5、6天。成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满爷，你那口蘑菇差点比碗还大。我这是怕晚点抢不过你。张家的事，我今日已告知了千户大人，李千虎会出面帮忙。凌晨我又去了一趟张家，账册也拿到了，我已经处理了。什么？就是张家那位大少爷，我回去那会儿经过了西侧厢房，我顺手让他再也害不了人了。干得不错，不愧是我苏河的男人。媳妇儿，那有什么奖励吗？娘，你就不能割2两肉，做点带油水的菜？天天这样吃，我哪还有力气操练？如今营里的伙食本就没什么荤腥，每日操练消耗大，我还盼着回家能贴补一口。谁家这家里比营里还寡淡，体能若跟不上，我还有什么胜算赢过萧正？娘也想顿顿给你弄肉啊，可咱家就这个条件，你那点媳妇儿月俸要买粮，也得给她补补，家里哪抠得出钱天天吃肉？给我补身体。我自怀孕到如今，何曾见过这家里给我补过什么？一个鸡蛋羹都舍不得给我吃，吃床上也跟他们一般无二，甚至饭量还不如他们。婆母一边叮嘱我要护好长孙，一边连一口像样饭食都不肯不多给。难不一成肚子里的孩子就能长好了？他竟好意思说出这番话来，也不怕烂了嘴巴。家里不是在做营生吗？那点进巧呢？那算哪门子营生？赚来的点银钱，前阵子不是给大哥做新衣又割肉吃了一顿吗？娘最偏心的就是大哥，有什么好处永远紧着他。我都到了相看人家的年纪，还穿着一件破旧衣裳，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几个铜板，有什么好做的？小钱也小成多，手里拼死拼活，你们还嫌东嫌西。哎呦，大哥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那手工活做起来可不简单，费时又费力，最后还赚不了几个钱。上次我手都做破了。就是大哥，你又不干活，哪里知道咱们的辛苦啊？你们，兰儿。你不是会做绣活吗？你如今怀着孩子，反正在家里养着也是闲着，不如点绣品补贴家用，也算为咱们这个家出份力。嫂子手那么巧，多做点绣活，说不定咱们都能多吃几顿肉呢。嫂子又不下地，家里就她不算清闲。一个帕子积少成多，多做点也能攒下一笔。我这位婆母算计着每一文钱，却从未想过我腹中的孩子需要什么。小姑口口声声嫌家里穷，自己却从不曾想着出一份力。小叔好吃懒做，开口闭都是抱怨。从怀孕到现在，她根本看不到一点我怀孕的辛苦，甚至也看不她老娘对我的苛待与为难。家是纸拨人靠得不住，她竟让怀着身孕的我多做绣活，好让这家人多添几口荤香，真是可笑。我如今孕吐的厉害，连药门都没怎么出过。你们看我这副样子，还能做多少绣活？你们确定这样不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？孩子就是我眼下最稳的依仗，他们可以不心疼我，却不敢明着不顾这个孩子，想使唤我吸我的血，没门儿！我在上游舒服10几年也不是白混的，哪能真叫他们当软柿子捏？这段时日，林有吉早头做了几块钻绣品，小凤堂遇上银钱，养着一大家子都勉强，往后不能指望沈风，更不能指望沈家。我只能靠自己。苏荷说过，女人手里得有钱，心里才有底，身上得有本事，下才有后路。过去听见这些话时，我心里多少还有些不服，如今才知道，苏荷不是命好，是比我看得清。若我没有钱，也没有能换钱的本事，往后只会任他们拿捏。他已经起了，这边被褥都凉透了。萧征这精力真是旺盛的吓人。天都亮成这样了，不能再赖着。娘不在，8成又一早去地里了。娘对地里的庄稼是真上心，那100亩地种下去后，她几乎日日都要去看一圈。眼下几样庄稼都到关键时候，娘天还蒙蒙亮就出门了吧？前几日她还舍得花钱让长工夜里守着地，也没人一大早把我叫起来的做活。萧家人也从不拿规矩压我，这日子倒真是舒心。娘这是又给我开小灶了，家里都忙了一早，还惦记着给我留口热乎的。等手头宽裕些，往后隔3差5就给家里开一次荤。这样的日子真是熨帖。这边田埂和那头沟口都要多看2遍。婶子放心，我们记下了。白菜包得这样严实，长势不错。荞麦穗也沉了，子时已经饱了。这一批荞麦能收了。真能收了，那得赶紧叫人。趁这2日天好，先把荞麦收了。
你们先去叫人，镰刀箩筐都备上。对了，地里的那些蔬菜也可以收了。至于土豆跟红薯，再等上4、5日，等尖叶再黄一些，快营收足营养，挖出来才好存放。哎，好，都听你的。这红薯长得真没得说，最终产量自然不会叫人失望。荞麦与蔬菜先动，土豆、红薯随后，紧跟着是大棚里的播种，正好错开了时间，一茬接着一茬。入冬前这段10日，怕是要连轴忙上一阵了。大家的口粮有着落了，既然都出来了，那便顺道去瞧瞧大家移栽红薯的情况。9月中旬攀发的红薯藤，如今也过去1个多月了，大多数长势都还不错，根部土豆微微鼓起来了，地底下的块增已经开始长大。晚种了些10日，倒也不影响这一批红薯的长势。苏娘子，苏娘子，你是来看我们地里的红薯吗？猫红川，咱们种的咋样啊？苏娘子，你快帮我瞧瞧。好，我看看。赵婶，你家的种的不错，藤蔓壮实，没有问题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阿和，来帮我瞧瞧，我家移栽的红薯，总感觉长得没旁人的好呢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刘婶，你近期是不是频繁在浇水啊？这根部积了些水汽啊！我这几日就浇过1次啊，我担心地里缺水，前几日特意浇灌了1遍。什么娘？你也来地里浇过水了？我昨夜也来浇过水了。我前人来浇的水。嗨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自己来地里浇水都不瞧瞧土壤的吗？行行行，老娘说的都对，我哪敢掰扯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把垄沟这里挖深一些，让水散出去。还不赶紧把垄沟挖深点？这家藤节差了些，根系还没长牢，给根部加些土培稳就好。总的来说，你们株距太密，藤蔓互相都遮着，透气不错，好好养着，起收时应当有个好收成。10几亩荞麦割捆搬运再晾晒，少说也得5、6日。再过4、5日，土豆、红薯也要起收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工程。再另招些帮工，2头同时动起来，才不耽误后头。好了，明日一早咱们就开工，动作麻利着点，争取3日之内把荞麦蔬菜收个干净。好，知道了，小婶子。有粮食的日子真好呢。山上还有一个伤者，今日还得去瞧一眼才放心。这气息，他们应该认得。今日竟是你来接我，乖，辛苦你了。看来这里守得挺好，慢些，别撞着篮子。先给你1块，你也有。你是肉食动物，面包不能多吃。好了，你也有1小块。昨夜睡得如何？还成，比前一夜安稳些。伤处呢？可有加重？没有，就是还有些疼，没比昨日更重。阿和姐，你是不是又带吃的来了？给你带了馍馍和菌菇鸡肉汤，先吃点热乎的。阿和姐，昨日带来的吃食还没吃完呢，你家也要过日子，我不能总耗你家的口粮，带来了就是给你吃的，不许事先把身体省着，我把身体养好，才不算辜负阿和姐这一番心意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好好吃饭养伤。阿和姐，张地主那边的事真的能解决吗？张家在山海镇横行霸道，还上下打点关系，听说有大靠山，这叫我如何安心？放心吧，也就这2日了。萧征既然说了，那就表明李千福那边很有把握。好，我不想再回那个冷血无情的王家，若再回去，他们说不定还会把我再卖一次。下一次，我未必还有这么幸运能遇见阿和姐救我。阿和姐，等之后可以下山了，我能跟着你吗？我手脚很麻利，什么活都能干，我也不怕吃苦的。你就不担心我救你是别有用心吗？你都不清楚我家里是什么情况，就不怕惹上更大的麻烦？不管你病敲死的有没有麻烦，对我来说，这些好不是家人。先把伤养好，旁的事以后再说。这2日莫要乱走动，安心养伤。大黑、红英，我回去了，你们俩好好在这守着，再过2日，你们就能自由活动了。最近要不让阿俊他们先把手头的活停一停，去地里帮忙。100多亩地陆陆续续收下来，少说也要忙大半个月。收割能请帮工，可捆绑搬运晾晒归置还得自家人盯着，后续没人接手，堆在地里烂了，才真是亏大了。没问题，我们也正有这个小厮。对，
我们也可以帮忙干活。姑姑家帮我们渡过难关，又送2种，教手艺。我这边也可以暂缓几日，都不用停。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千户夫人那边的铺子已经开始装修，离开业不过20来日。你们俩也是，地里的活用不着2个小姑娘去出力。嫂子知道你们想为家里出份忙，这份心是好的。你们去地里帮半日，这功夫能做出多少饰品，能赚多少钱？有了这个钱，能请来多少帮工，哪个合算？嫂子，我知错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下次做决定之前我一定会好好考量。嫂子，我也遇事一定多想想，不莽撞。老陆他们也说过，起收庄稼时会来帮忙。他们平日里可没少吃你做的东西，你不用顾着什么，尽管使唤就是。他们几个有的是力气。那行啊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到时我们包他们午饭吧。那他们可要乐坏了，就是为了你这顿饭，他们怕是恨不得多干几日农活。那咱们地里总共再招多少人？咱们先收荞麦和蔬菜，再收土豆跟红薯，接着是辣椒和稻类，咱们也参与，但不能把自家人累垮了。这样再招20人，加上长工他们，凑够别够30人。猪只早日收啊！行，明日我去找之前来帮过工的乡亲，瞧过麦和菜地那头，先由长工们和今日找好的10人来收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这半个月是咱们家最忙的一段时日，要辛苦大家了。大家各司其职，不用争着去做不擅长的事儿，做好自己手头的就是帮家里最大的忙。等这一季的庄稼全部归仓，咱们好好吃一顿。好，那就说定了。等入了冬，咱们再好好庆祝下。张家那边有进展了吗？还有这些东西，你看怎么处理？这些你自己留着，本就是红英找来的，就算你们的。不必上交，我把那一叠地契交给千虎大人就足够了。这些金银没人知道，也没人会去追究。将士们拼命办事，偶尔落几件小物品回来，上头心里都是明白的。至于张家那边，今日千大人已经派把所有罪证送了县衙，那位镇衙直接出面立案，由县衙的那头便无权插手了。这么说，这2日就有结果了？快了，你放宽心便是。我倒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主要是山上那位姑娘还一直惦记着。她今日同我说想下山后跟在我身边帮忙做事。这个决定权在你。我们是夫妻嘛，有什么事总得跟你说一声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谁啊这么早？听说你们今日要起收，外公，我们来帮把手，帮把手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先进屋。哎呦，这大清早的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庄稼人收粮食那是大事儿，想着你们人手不够来了。来，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。不用，地里的活儿要紧。龟龙捆扎这头就劳烦嫂子们搭把手了，这活交给我们，保管不耽误。这荞麦的穗子可真沉啊！可不是，你们瞧这颗粒，宝实的很，一粒扁的都难找。哎，这颗留着，外叶先摘，里头还能再长一茬。好呢，都照苏娘子说的来，外叶先摘，嫩心留着。这个大，这个最大。我这个萝卜才是最大的。慢些比，别踩坏了垄。15亩能一天收尽，全靠今日人手够。收割只是第一步，荞麦还得先晒上3、5日，晒透后打籽，籽粒还要再晒1、2日，水分去尽再筛薄清杂了。中间那一步潮发霉，荞麦加晾晒这几日，蔬菜先挑拣归置，能腌的腌，才最费人手。我先回去备晚饭，别让大家饿着回去。你这小机灵鬼，今日家里来客，你倒是要比我还有眼色。这小家伙越来越灵性了。
我没叮嘱，他却自己叼了野鸡回来加餐。两家10几人都干了一天劳活，食量肯定不小。精致小锅菜不合适，得做分量足下饭的硬菜。野鸡烧土豆，腊肉炒菌菇，风干兔上蒸笼，再配几道素菜、汤和主食。土豆烧煎鸡得给足时间，土豆蹭棒才能把鸡汤油香都吸进去。桂香啊，我看这荞麦比咱们寻常种的小麦要沉多了，你们有没有估算一下产量？之前阿和预估过，但还没真正称算，我也不好说。那我现在立马让村长与书办核算下。对，得好好算一算。称重的站中间，等看的都往边上让一让。村长，你来看看这数，12亩荞麦，总产约摸在38吨至40吨之间。多少？12亩地能高达40吨？书办，你没算错吧？我怎么可能算错？称粮的数就在这里，不信你们自己算。太好了，咱们边关的粮食有救了。前些日子我还在为乡亲们的粮食发愁，如今好了，真如苏娘子说的那般，这亩产4吨多，真的假的？我种了30年地，我一定会见这产量。苏娘子可真是会挑种子，颗粒宝实，皮薄，出粉率怕是也高。乡亲们都听着，萧家今年这荞麦产量你们都瞧见了，我会如实往上报，也会寄进农务册子。萧正他娘，你们这荞麦种子往后可有种鱼？我家阿和说了，今年收的荞麦全部留作种子，到时会与大家分一分。苏娘子仗义。看来咱们今日有口福了。是啊，好香。爹娘，咱们快进去吧。今晚你们可得好好尝尝阿和的手艺，他那双巧手做出来的饭菜就没一个不夸的。快来擦擦！好好好，这香味儿闻得我老婆子肚子里的馋虫都要造反了。就一顿晚饭，萧家竟整得这么丰盛。便是过年守岁、娶媳妇儿办席，怕是都见不着这么多荤色和油水。大半辈子了，以往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娘家人来帮衬，我连开口留他们去吃顿杂粮饭的底气都没有。如今好菜满满一桌，不用畏畏缩缩哟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来，你们尝尝这个。这是我们家地里今年新种的番外作物红薯与土豆，阿和特意蒸了一盆，给大伙尝个鲜。原来那红薯藤底下的果实长出来是这般红彤彤，闻着有一股子面香味啊！娘，我也要吃。吃着面沙沙的，好细滑呀！好啊，阿和啊，你这丫头当真是我们两家的福星，这般救命的东西，硬是让你给种活了。这也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功劳。今晚吃饱喝足，往后的日子咱们只会过越过红火的。对，越过越红火。路上慢些，到了王家就歇下，今晚别赶回来了，明早再赶车回来。娘，嫂子，你们快去洗漱休息吧，这些碗筷交给我和表姐就行。对啊，小姑，在表姐里今日，我们一袋零碎活鸡里一会儿就收拾干净了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们2个丫头了。你快去给你媳妇拎水泡个澡，她身子弱，今日肯定累坏了。我家儿媳真是好啊，虽然瞧着娇弱个，好不含糊。好，热水灶上一直热着呢，我马上去拎。桌上的东西你瞧过了吗？看了一下，是这次剿匪的奖励。我媳妇真是聪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这次剿匪有功，千户大人今日在军帐中已正式提拔我为把总了。这2袋是上头工奖下来的物资，一袋是2张完整的蒿皮，我瞧着暖和得很，冬日里正好给你裁一件斗篷，或者做个围脖也好。另一袋就是一些精细的肉食干粮，除了厚皮、肉食、干粮这些物资，还有这份斩杀匪首头目的赏金，你收着，过2日去镇上给自己添置2身10斤好看的衣裳。全给我了，你不留点私房钱吗？全给也没用，如今我是坠亚的人，得养媳妇儿，你就自己留着当私房钱花用，想买什么便买什么。谢谢。千户大人私底下透了口风，张家的事已有动静，知县大人那边送作极快，已经派衙役捕快将张家所有人捉拿归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估计就这2日的判条决文书就会贴出来了。那可太好了，等这2日结果出来了，我也好上山把这好消息告诉梨花，外祖父他们也能安心过日子。都是张家活该。
我们来干活啦！来的正好，咱们先从前院这一大片菜堆下手。外头都安排妥了，家里这头也别耽搁，个人照着活下来。反正我一个大小伙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总得找点实在的活干。好菜归好菜，烂叶子单放，千万别混到一处。菜叶子得晒蔫了才好腌，带着生水气下缸，往后可要臭酸坏掉。是这个理，村东头老张婆子上回没晒透，一坛子烂了大半，可惜了。后院地窖地方不大，最多也就装下5000斤新鲜蔬菜。白菜、萝卜、桑菜这些耐放的，各挑出700-800斤，凑够5000斤入窖，冬日里还能吃口新鲜。剩下的1万多斤就全走2次加工，做成风干菜和酸咸腌菜。哟，这么多的坛子呢，这下子可算是齐活了。都小心些，先把坛子泥缸搬下来，别磕了。腌菜的缸坛都得用滚水狠狠烫过，光冲一遍可不成。都记着，坛子得晾得透透的，沾了生水，整缸菜都得坏。昨日地里收成太忙，倒没顾得上山里的梨花。昨日只能托红官送些粗粮馍馍和面包上山，今日就带梨花下山。她一个普通姑娘，长时间留在山里不妥，张家已经蹦跶不起来了。我来了。这是去周边溜达了。身体恢复好了吗？阿和姐，你来了。我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昨日我就能起身了，躺了2日，骨头都躺软了。2日无人照料，还能恢复这般快，倒是让人省心。快来吃点东西吧，等会儿我带你下山。真的吗？我可以下山了？对，你可以下山了。张家人已经被抓了，往后你可以安心过自己的生活。太好了，恶人总算得到报应。快吃吧，吃完咱们就下山。梨花气息干净，可相处不多。我身上的隐秘不能贸然展露。那晚夜袭张家的事，知晓的人少越稳妥。回去就说他是张家被抓时逃出来，走投无路，躲进深山，被我偶然遇见。一个姑娘独居深山太危险，娘心善，定会联系他。萧家没多余房间，先借住江虎家，日后铺子开亮，就让他去面点铺做事。他叫王梨花，昨日张家出事时逃了出来，走投无路躲进深山，今日正也不愿见遇见了。婶子好，打扰了。这天杀的张家简直丧尽天良。若不是阿和出手，满喜当初说不定也会落到张家手里。娘，既然梨花无处可去，就让她去镇上的面点铺子做事，也好自力更生。这主意好，丫头，你跟咱们家也是有缘，对外就说你是我娘家的侄女。多谢婶子体恤收留。按我们王家的辈分算，你该跟着满喜他们唤我一声小姑。是小姑。梨花往后就是我娘家那边的侄女，你们都照样着些。之后梨花会去铺子里帮忙，先跟着你们打打下手，做些琐碎的活儿，你们简单提点一下精通，只要能弄明白铺子的运转就好。行，我们带她认认东西。妹子别拘着，有不懂的尽管问，我们不难说话。谢谢二哥。今早阿和让我单独留菜时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又有新花样。阿和，这300斤白菜你打算做什么啊？辣白菜。是要用你种的那个红辣椒吗？对，就用辣椒。腌制的大致流程差不多，只是用料上有些不同，算是换了个口味。娘要是有兴趣，可以跟着一起学。肯定要学的，谢谢阿和，你教我什么我都乐意学。这辣白菜做成后酸甜脆爽，配热乎饭时最是开胃。这跟咱们平日腌咸菜好像也差不多啊。前面步骤差不多，先用盐冰揣里的水分，这一步本就是腌菜存菜的底子，后面略有不同。我还是更喜欢后面用秋梨、苏子和辣椒提鲜的路数。
哎呀，这香气儿，闻着就勾人。这辣白菜的香，全在这料上。就这样，婶子，这梨酱和苏子是提鲜的关键。这样腌出来的白菜脆嫩酸甜，配着杂粮饭吃极好。哎呦，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见这么腌白菜的，这颜色看着就喜人。媳妇儿，后日收割，我也跟老陆他们说好，到时候几位军营童谣都会来帮萧家起收。明日我会提前备好食材。管事大人有可能也会过来瞧一瞧，到时恐怕要辛苦你多做些准备。不碍事。有情况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你先去叫醒阿俊，让他去把村长喊起来，多叫些人，直接去红薯地会合。好。